欢迎收听。今天我们呢要一起深入探讨的这份材料，非常特别，是一本书，对，一本书叫《我从投资中学到什么》。名字听起来很直接，是，可能你一听这个名字，心里就想，又是一本投资书。市面上确实太多了。但相信我，这本书奇妙的地方在于，作者普拉克·普拉萨德的那个投资智慧，它的来源几乎完全借鉴了一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进化生物学，没错，就是进化生物学。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为你剖析这本书里最核心也最反直觉的一些观念。是的，你会发现，理解那个猎豹为什么会放弃猎物，或者几十年前苏联科学家怎么把狐狸驯化成宠物，这些故事可能比你看懂最复杂的财务报表更能帮你成为一个聪明的长期投资者。所以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看看达尔文到底能教给华尔街什么。这个切入点确实很有意思，因为作者开篇就抛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对比。他说过去几十年，生物学家在他们的领域是越做越好，不断有新的突破。对，而另一边呢，基金经理们的整体表现却在持续下滑。这个我知道，它有数据支撑。对，他引用了数据，在美国，无论你看5年、10年还是20年，都有高达75%到90%的专业基金经理业绩是跑不赢市场平均水平的。这就是我们常听到的那个说法，把钱给一个扔飞镖的猴子去随机选股，结果可能都比很多专业人士要好。是有点黑色幽默，但这背后确实引出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为什么一群拿着顶尖学历、拥有海量数据和资源的金融英雄，反而表现得这么平庸？对，作者认为答案就藏在大自然亿万年演化沉淀下来的法则里。就是说，金融市场看起来复杂，但底层的逻辑是相通的，完全相通。而很多投资人恰恰是违反了这些最基本的法则。那我们就从最基本的一条开始吧。作者认为最重要的一条法则是什么？就是生存，永远把生存放在第一位。这听起来像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对，但作者用了一个第一类错误和第二类错误的概念，把它讲得非常透彻。我记得这个例子非常有画面感。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是一只草原上的猎豹，现在你面临2个潜在的失误行为。第一个叫第一类错误，你跑去攻击一头成年的非洲水牛，这个后果很严重。对，这个错误代价可能是致命的，水牛一蹄子或者一击脚，你的职业生涯就结束了，永久性损失。没错，永久性损失。而另一个呢是第二类错误，你看到一只羚羊，觉得有点远，或者今天状态不太好，你犹豫了一下，放弃了追捕，结果可能是你今天得挨饿，但还活着。对，这个错误的代价是饥饿，但不致命，你还活着，明天太阳升起，你还有机会去捕猎下一只羚羊。所以大自然的法则就是宁可饿肚子，也绝不能被水牛一脚踢死；宁可犯第二类错误，也绝不犯第一类错误。这个比喻完美地道出了作者的核心风险观。怎么说？他认为投资中我们最应该恐惧的不是股价的短期波动，也不是暂时的账面亏损，那是什么？是资本永久性损失的可能性。这才是那头能一击致命的非洲水牛。我明白了。所以，投资的第一步不是去想能赚多少钱，而是要识别并且坚决避开那些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的第一类错误。那在投资世界里，哪些算是非洲水牛呢？书里有具体的定义吗？他提到了几个明确的雷区。第一个也是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有问题的控制人。人的问题。对，尤其是在印度这样的新兴市场，作者说有很多非常狡猾的公司控制人，他们可能精于算计，但目的不是为所有股东创造价值，而是为自己谋利。就是这个意思。一旦你发现一家公司的管理层诚信有问题，无论他的业务看起来多诱人，股价多便宜，都要立刻掉头就走。这就像看到一头水牛，连靠近观察都不要。完全正确，这我理解。与不诚信的人合作，风险是不可控的。那除了人之外呢？第二头水牛是债务，特别是过高的债务。对，债务就像给公司绑上了一个定时炸弹。经济好的时候，它可以放大收益，让公司飞奔。但环境一变呢？可一旦环境逆转，比如遇到经济危机或者行业寒冬，债务就会极大地削弱公司的战略灵活性，甚至直接引爆危机。书里好像有个例子，有
一家叫亚洲涂料的公司，这家公司长期坚持几乎零负债运营，所以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所有企业都在收缩裁员。他呢？他反而有底气给所有员工加薪，并且给他的经销商提供财务支持。这种抵御风险的能力，就是无债一身轻带来的。等等，关于债务这一点，我有点疑问啊。我们通常认为适度的杠杆可以放大收益，很多快速增长的科技公司都依赖债务来扩张。没错。作者是完全排斥所有债务吗？还是说他有一个特定的标准来区分好债务和坏债务？问得非常好。作者的核心观点不是说1分钱债务都不能有，那是，而是要警惕那些让公司失去灵活性的债务。失去灵活性？对，一家拥有强大现金流和护城河的公司，借一些低息债务用于确定性很高的扩张，这或许是可以接受的。但他极力规避的是那种靠不断借新债还旧债来维持生存的公司，或者在周期性行业里景气高点时大举借债扩张的公司。我明白了。因为一旦周期下行，这些公司就会立刻陷入困境。对，所以它的标准是这个债务是否威胁到了公司的生存权。明白了，是底线思维。那还有别的水牛吗？还有一个是复杂的并购。并购？对，作者的观点很犀利，他认为大部分的企业并购都是价值毁灭的。他用德国拜耳公司收购孟山都的案例来说明。那个案子，拜耳花了600多亿元，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还卷入了孟山都关于除草剂致癌的巨额诉讼案里，股价一落千丈，代价惨重。更可怕的是什么？作者说，这次错误的并购不仅耗费了巨资，更让你错过了真正的属于你的羚羊。机会成本。对，比如拜耳本来是有能力去开发新冠疫苗的，但他被并购的泥潭拖住了，这就犯了最严重的第一类错误。这个底线思维我明白了，就是先别想着吃肉，先保证自己不被吃掉。没错。但光是躲着也不是办法，总得捕猎吧。那躲开了这些水牛和陷阱之后，我们该去寻找什么样的羚羊呢？这本书有给什么线索吗？当然有，这就引出了他的第二个进化论智慧：如何寻找优质基因。说到这个，书里那个俄罗斯银猴实验的故事实在是太迷人了。是的，非常经典。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都惊了。那是在1950年代的苏联，有位科学家想把野生的银狐驯化成像狗一样的宠物。正常想，你可能得筛选很多指标吧，比如不咬人、听话、聪明等等。对，可能会列一个长长的清单。但这位科学家的做法极其简单粗暴，他的筛选标准只有一个。对，温顺度，也就是对人类的友好程度。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每一代狐狸里，他们只挑选那些最亲近人类的进行繁殖，其他的都淘汰。就这么一个标准，坚持了几十年。结果呢？你猜结果怎么着？奇迹发生了。这些被选中的狐狸不仅性格上变得像狗一样，会摇尾巴，会舔人，行为变了。关键是它们的生理上也出现了大量意想不到的变化，耳朵耷拉下来了，出现了像哈士奇那样的花白皮毛，头骨也变短了，甚至叫声都变了。这就是这个实验最精髓的地方，一个单一但绝对正确的筛选标准，就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然后就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对，一连串你意想不到的正向连锁反应。那些生理变化，科学家们并没有刻意去筛选，他们是伴随着温顺度这个核心基因自动打包出现的。所以作者就是想在投资中找到这么一个神奇的能引发连锁反应的温顺度标准。完全正确。作者认为，在筛选优质公司时，也存在一个这样的黄金标准，那就是长期且持续的高投入资本回报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ROCE。ROCE 这个词儿听起来有点专业，其实很简单，说白了，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家公司用1块钱的总投入，就是包括股东的钱和借来的钱。用这1块钱能赚回来多少税前利润？它衡量的就是一家企业最核心的赚钱基因的强度。举个例子呢？好，比方说 A 公司和 B 公司都投入了1个亿的资本 ，A 公司1年能赚回2500万的利润，那它的 ROCE 就是25%，很高了。对 ，B 公司1年只能赚500万，ROCE 就是5%。很显然
A 公司的赚钱基因要强大得多。所以 ROCE 就像是衡量一家公司赚钱智商的指标，但只看这一个指标，真的就够了吗？会不会有点太简单了？这就是作者观点巧妙的地方。他说，这确实不是唯一要看的指标，但它是最好的第一个筛选器。第一个筛选器。对，因为长期维持高 ROCE 本身就意味着一系列其他优秀品质也必须同时存在，就像狐狸的温顺度一样。比如说，会引发哪些连锁反应？首先，长期高 ROCE 几乎必然意味着公司拥有强大的护城河。有道理。不管是品牌、技术专利、网络效应还是规模优势，总之它一定有某种独门秘籍，能阻止竞争对手来瓜分它的利润。否则，高利润早就把狼群吸引过来了。对。其次，这也说明公司的管理层具备优秀的资本配置能力，知道钱该花在哪儿。对，他们很清楚应该把赚来的钱投到哪里，才能继续产生高回报，而不是胡乱投资。还有吗？最后，这样的公司通常现金流充裕，有能力去承担一些计算后的风险，比如投入研发、尝试新业务，即使失败了也无伤大雅，因为主业的印钞机足够强大。我明白了，所以这个 ROCE 就像一个信号，当你看到这个信号持续闪耀时，它背后很可能已经有一个优秀的商业模式、强大的竞争壁垒和出色的管理团队在支撑了。是的，用它作为起点，能帮你过滤掉大部分平庸的选项，大大节省你的时间和精力。正是如此，它是一个强大的过滤器。好的，那我们现在通过 ROCE 这个强大的过滤器，已经找到了我们想要的优质领养。接下来该怎么办？是该猛扑上去，还是……作者给出的答案，我估计会让你大吃一惊。是什么？他的答案是什么也别做。什么也别做。对，要做到非常懒惰。这一点真的非常反直觉。我们总觉得投资需要不断的操作，买入卖出。这个懒惰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是我们都听过，但很少有人真正从骨子里理解的概念——复利。复利。为了说明复利的力量有多么恐怖，作者又讲了一个生物学上的例子：澳大利亚的兔子。这个我知道。1859年，一个英国移民为了打猎，在澳大利亚放生了24只欧洲兔子，结果就失控了。对，因为澳大利亚没有兔子的天敌，环境又非常适宜。35年后的1894年，兔子数量接近100万只，这个数字已经很惊人了，但还不算失控。关键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没错，接下来的30多年，复利的魔力才真正开始显现，兔子数量开始指数级爆炸。有多夸张？到1925年，也就是又过了大约30年，你猜澳大利亚的兔子有多少只？1亿。100亿只。100亿。从24只到100亿只。这个故事非常直观地告诉我们，复利的力量在前期是非常缓慢，甚至难以察觉的，但一旦越过某个拐点，它就会爆发出毁天灭地的威力。这恰恰是大多数投资者失败的原因。他们卖得太早了。说到点子上了。他们在兔子数量还只有几万、几十万的时候，就觉得赚够了，然后就卖掉了。他们根本没能等到复利效应进入爆炸式增长的那个阶段。对，有研究数据显示，从1926年到2019年，这近100年里，美国股市创造的所有财富几乎都来自极少数，大约440的公司。只有4%。对，而绝大部分公司，将近60%，他们在其整个生命周期里的回报率，甚至还不如无风险的短期国债。这个数据太惊人了。这意味着，如果你想在股市里获得真正的成功，关键不在于你买过多少只股票，而在于你是否找到了那极少数伟大的公司，并且你是否拿住了它们。完全正确。书中还有一个数据特别有说服力。作者持有一家叫 Havels 的公司，在长达8年半的时间里，这家公司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回报。但事后分析发现，这期间90%的收益仅来自35个交易日。等等，8年半，90%的收益来自35天。对，这35天只占他总持有天数，大概是2100天吧，只占了1.3%。1.3%的时间贡献了90%的收益。想想看，这意味着什么？
如果你因为市场的短期波动，或者因为一则坏消息，或者仅仅因为觉得我已经赚了50%，该货代为安了，而提前卖出，只要错过了那关键的少数几天，你就会错过几乎全部的收益。你所有的勤奋操作，很可能都是在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好，第二个工具，这个想法来自一位叫恩斯特·迈尔的生物学家，他把原因分成了2种，一种叫近因，一种叫终极原因。听着有点绕，咱们拿屎壳郎的脚来举个例子就明白了。近因就是问怎么回事儿，是哪些基因打开了宽盖让这个角长出来的？而终极原因呢，是问图个啥？它长这么个角到底有什么好处？哦，原来是为了打架抢对象，提高繁殖成功率。这个就是终极原因。这个道理啊，搬到投资上简直一模一样。你想想，每天的股市新闻，央行加息还是降息，哪个分析师又给了个评级，这些都是近因，说白了就是噪音。那什么才是终极原因呢？是一家公司长期的生意好不好，它的资本回报率是不是一直很高，它的护城河够不够宽，这些才是真正的信号。可问题就在这儿，绝大多数投资者天天就盯着那一堆噪音看，把信号给忘了。所以普拉萨德就说了，投资最核心的一件事，就是学会忽略那些影响股价短期波动的近因，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解释一个企业为什么能长期成功的那些终极原因上。总结一下，就是一句话：别管噪音，找到信号。第3个工具是关于咱们自己的角色定位。你是想当个历史学家呢，还是当个预言家？你看达尔文，他就是个历史学家，他研究化石，研究人家怎么养鸽子，用过去发生的事儿来解释现在。但现在的投资者呢，正好相反，一个个都想当预言家，天天在那算什么 DCF 模型，盯着每个季度的财报电话会，就想猜明天会怎么样。那兰大呢，就完全是达尔文这一派的，他们只干一件事，研究一家公司过去的历史，尤其是它长期的资本回报率怎么样。至于预测未来，他们一点兴趣都没有，甚至放出话来说他们从来没做过一次 DCF 分析，以后也永远不会做。为什么这么绝对？因为在他们看来，实实在在的历史比那些虚头巴脑的预测要靠谱太多了。所以作者的核心策略可以总结为一句话：我们想成为优质企业永久的拥有者。对，这种懒惰其实根本不是不思考，它反而是对商业规律和复利本质有了深刻理解之后才能拥有的战略定力。是的，它要求我们拥有忽略日常市场噪音的勇气，把注意力真正聚焦在企业的长期价值上。说得很好，这是一种建立在深度认知之上的懒惰。好了，我们今天聊了很多，从猎豹的生存策略到银狐的驯化，再到兔子的疯狂繁殖，我们来帮你把这些有趣的生物学故事重新梳理成可以应用的投资智慧吧。好的，我们今天从这本书里为你提炼出了3大核心法则，它们都源于进化论的智慧。第一，生存优先，像猎豹一样思考，永远把规避第一类错误，也就是资本永久性损失的可能性放在首位。记住，宁可错过一只羚羊，也绝不能去挑战一头水牛。对。第二，寻找好基因，像俄罗斯的科学家驯化银狐一样，用一个强大而简单的核心标准，比如长期高 ROCE， 去筛选那些能引发正向连锁反应的优质企业，找到那个一好百好的起点。第三，极度耐心，或者叫战略性懒惰，要像等待澳大利亚兔子繁殖一样，深刻理解复利先慢后快的指数级威力。一旦你找到了那4%的伟大公司，你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持有它，做一个懒惰的永久拥有者，让时间成为你最好的朋友。这本书的结尾啊，作者还提到了蜜蜂，我觉得这个比喻也特别好。他说，蜜蜂在为整个蜂群寻找新家园的时候，他们有一套非常简单、高效而且可重复的流程，而不是每次都临时去发明一种新方法。他们依靠的是一套历经演化考验的可靠算法。对，流程比灵感更可靠。有道理。这或许就可以给我们留下一个最后的思考题。在这个推崇忙碌、推崇复杂模型、推崇信息过载的世界里，我们是否能为自己最重要的决策，
无论是投资、职业还是生活，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像蜜蜂筑巢一样简单、可靠、可持续的流程。也许真正的智慧，不在于我们每天做的更多，而在于我们能否找到那少数几件真正正确的事儿，然后用大自然般的耐心把它们坚持到底。说得真好。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